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上一期呢，我们就结束了整个关于我们侘寂美学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呢，想要开启一个新的话题，我们将共同探讨一位古代哲学家对现代生活的启发——庄子。提到庄子，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他所提倡的顺其自然的道理。这种哲学思想超越了时间的束缚，至今仍为我们提供了对应对现代社会压力与焦虑的智慧。庄子的智慧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中，它融入了古人的生活、艺术与思想，而这种生活哲学是否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它的立足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话题。首先，我们先简单的谈谈庄子。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道家哲学家。他的核心理念是道法自然，这是一种提倡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思想。他的哲学关注如何在自然的变化中找到生活的和谐，并通过无为达到真正的自由。庄子不同于其他当时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的烦恼和痛苦源自于对控制事物的渴望，而不是自然本身的挑战。就比如说庄子的一个代表作《庄子》这一本书当中，最著名的寓言之一就是《逍遥游》。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大鹏鸟依靠自然的风力，自由翱翔于天际，毫不费力。这个故事意在告诉我们，如果能顺应自然的力量，放下对结果的执着，那么我们就能像大鹏鸟一样享受真正的自由。当我们谈到庄子认为人类的烦恼与痛苦往往不是源自于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于我们内心那种想要控制一切的渴望时，我就不禁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现代对照，那就是在西方心理学当中，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其实和庄子的想法我觉得有非常多共鸣之处。这些相似性或许能让我们在面对现代生活的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启发。就比如说阿德勒曾经说过，我们的很多痛苦来自于对无法控制的事情的执着，总是想着要去改变别人的行为，试图掌控自己身边的一切。这和庄子所讲的无为何其相似。庄子教导我们，人应该要顺其自然，不要试图对外界的事物强加过多的控制，因为那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烦恼。阿德勒也同样强调，我们唯一能够真正控制的，不是外在的环境或他人的行为，而是我们自己对这些事物的态度与反应。就比如说，当我们如果可以把一个问题把它分解成 A 外界事实， B 我对这个事实的态度， C 内在事实，这三者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发现，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我们想要改变这个非常糟糕的境况的条件，就是我们改变我们对这一个事实的态度。当我们无法改变外在的环境的时候，为何我们不试着改变我们的心态？当你决定停止与无数对抗，改而专注在自己能做的那个部分，或许就能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仿佛所有的压力都在放下的那一刻悄然消散。其实阿德勒也提醒我们，与其试图去改变他人或环境，不如专注在自己能控制的范畴内。这正是他生活目标这一个理论的精髓。而庄子所讲的无为与顺其自然，也是在引导我们学会接受外界的变化，不要让外在的不可控因素打乱我们内在的平静。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次因为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行事而感到沮丧？有多少次我们因为环境的变动而焦虑不安？庄子和阿德勒都在提醒我们，世界无常，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如何选择面对这些变化。这样的思考方式也让我
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内心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当我们放下对外界的控制，接受事情的自然发展，我们才能真正达到庄子所说的逍遥，就像大鹏鸟一样，借助风的力量，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际。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庄子顺其自然的哲学基础。庄子所提到的顺其自然的哲学背后的基础是道，一种超越个体无形的力量，它推动着天地万物的发展。道家认为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试图去操控或改变它的行为，最终都会适得其反。因此庄子强调的人应该尊重并顺应这种自然规律，而不是以自身的意志去强行改变。比如庄子就在他的一本书《庄子养生主》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这位庖丁在解牛的时候，完全顺应牛的筋骨结构，刀法行云流水，毫无阻碍。庄子就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一种对顺其自然的崇尚。这也提醒我们，如果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如果能够顺应环境和局势的变化，那我们便能像庖丁一样，达到毫不费力就完成我们的目标和任务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应用与古人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庄子的哲学深深影响了许多诗人和思想家，尤其是在非常动荡的时期，庄子的思想也成为了他们精神的避难所。唐代诗人李白就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在《月下独酌》这一首诗中写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句诗体现了李白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而这正是庄子的哲学精神。庄子的思想还影响了其他非常著名的古代思想家，比如大家都一定认识的陶渊明。陶渊明在当时选择远离官场，回归自然，过着简单的田园生活，这正是对庄子无为思想的实践。陶渊明的诗中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对自由的向往，他所过的淡泊名利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后人效仿的榜样。另外，宋代诗人苏轼也曾在《赤壁赋》这一首诗当中，借用庄子的思想，表达了对天地无常的感叹，以及人应该要如何在无常当中获得心灵的释放。苏轼认为，人生就像流水一样不断变迁，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对自然变化的接受。那讲到这边呢，我想要小小的跟大家提一个醒，就是其实在西方哲学，就是我们真正有哲学这一门学科以后，庄子中国的哲学，就是孔子、庄子、老子这些我们非常崇敬的这几位大家，思想大家，在很多一些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里面是不被纳入为哲学的。这个我之后可以跟大家再更多的分享，为什么西方哲学家的体系里面会认为中国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并不算是哲学。但是我们今天就以他们的就所有我们这些认为非常对我们现今有深厚影响的思想，都算是一种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哲学为基础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现代生活当中呢，庄子的顺其自然哲学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现代人常常被工作、社交和物质生活所困扰，心中充满了焦虑和压力。而庄子就告诉我们不必对每一件事都施加过多的控制，而是应该要学会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比如在工作中，我们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预测或无法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往往能够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应对挑战。庄子的思想还教导我们，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内心的自由。
我们可能常常有计划被打断，甚至需要人生大转弯。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计划去旅行，但当天突然下起大雨；我们计划去留学，但是突然 COVID 就大流行。我就算是在 COVID 那个时代被重大影响的人群之一。本来我在2020年是计划来美国留学的，结果疫情爆发，然后边境封锁，那我原本就是做好的所有的规划都一下子被打断了。我原本非常失望，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锚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1年应该要怎么办。他后来就是慢慢的接受这个境况，想到了庄子老师的一些教诲，我们应该要试图放下控制，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后来那一整年我都待在台湾，找了一个新的工作，自己上网课学习。没有工作的时候就静静的坐在家里读书，享受难得的宁静。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让我感受到那种真正的内心的自由。我依然是我，外界的境遇不是我。真正平静的时候，我才能找到我自己。好了，那今天我们通过庄子的哲学了解一下顺其自然这一个生活智慧。它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许应该要学会放下对一切的控制，尊重自然的变化，让自己轻松的面对挑战。那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更深入的探讨庄子的无为而治这一哲学思想是如何在现代生活和艺术当中得到应用的。愿您能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宁静。感谢您的聆听。那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小小的提醒一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麻烦大家支持一下，我会一直努力给大家提供更优质更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的。那就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周，谢谢大家，拜拜。